台湾计划今年交建的第一艘万吨级两栖船坞登陆舰玉山舰，一直以来都被台海军及外界寄予厚望。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预算时，有委员提案要求国防部实施3军直升机日夜起降玉山舰的训练，同时验证武器、油料、料件库储、挂载、医疗人员支援等项目，让新舰战力得以充分发挥，并提案获委员会无异议通过，并要求国防部对此提出评估报告。舰载机的运用，除了在海军行之有年以外，海巡也能够透过巡防舰搭配空勤直升机的做法，延伸任务距离。而什么样的直升机能在玉山舰上起落，什么样的直升机又能常驻在舰上，与海军舰载机主攻反潜、海巡舰载机专责搜救不同，台湾对玉山两栖船坞运输舰的期待远不止于此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被赋予载运兵力、执行两栖登陆作战期待的台湾玉山舰。近年来，台湾海军加快了各类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。2016年6月20日，台海军公布了12项造舰方案，计划在2018到2019年间耗资4700亿新台币，发展新型的两栖船坞运输舰、多功能人员运输舰、两栖直升机船坞登陆舰、新一代主战舰、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和新一代潜艇等多型舰艇计划。玉山舰也是台湾海军的12项造舰计划之一，代号为鸿运计划。研制该级舰的主要目的之一，就是取代老旧的旭海号船坞登陆舰。旭海号原为美国海军彭萨克拉号船坞登陆舰，1999年退役后被台湾买下，于2000年7月21日正式加入台海军服役。旭海号长 168.8 米，宽 25.9 米，吃水 5.6 米，标准排水量8600吨，满载排水量13700吨，采用蒸汽动力系统。目前该舰上的各类设备已经非常陈旧落后且故障频发，因此台湾海军急切需要一款新型舰艇以取而代之。该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造舰计划从2017年开始，在历经2年6次开标都流标的状况下，最后在2019年由台船以 46.35 亿新台币得标，并于同年5月6日开工，在台湾国际造船厂举行了开工典礼。2021年1月17日，玉山号结合复合性材料兴建的新型高塔逆宗式舷顶全貌首度曝光。同年3月18日举行树围仪式，4月13日举行命名与下水典礼，以台湾最高峰为迹象，被正式命名为玉山军舰。据公开的信息显示，玉山舰满载排水量10600吨，舰体长为152米，吃水为20英尺，最高速度21节，航程为7000英里。在构型设计上，玉山舰参考的是美军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坞运输舰，可装载9辆 AAV7 两栖突击车、1艘 LCU 通用登陆艇、4艘 LCM 机械化登陆艇、1辆 H6 两栖突击炮车、7辆悍马车，几乎能够涵盖所有的两栖登陆用装具。甲板可供陆航 CH-47SD 型机等级直升机起降，舰载直升机可搭载2架。人员部分包括官兵190人，载运武装部队250人，同时还保有230余人的额外空间，满载超过670人，运输能力惊人。该船还有一个双机库，大小可容纳希克斯基的海鹰和黑鹰直升机，飞行甲板可进行直升机操作，湿船坞可直接注水容纳收放登陆艇，两栖载具由舱内自行游出。动力系统为2台2轴 6P A6L280 柴油机。台湾过去两栖登陆舰艇的自卫武装主要以射程8000米的40毫米快炮为主，辅以20毫米机炮与机枪，包含1995年从美军租借的2艘新港级战车登陆舰，以及2000年从美军接收的1艘安东拉制级船坞登陆舰，都维持40毫米炮的火力配置。虽有部分两栖登陆艇配备过短程 MIM-72 海丛树防空飞弹，但射程只有5000米，又不具备反飞弹能力，在现代化海上防空作战效率不彰。相对而言，玉山舰的自卫能力也明显老化，将是台湾两栖舰艇首次搭载中程防空导弹。舰上武器包括舰首一座76毫米 MK75 快炮，舰体前后各一座 MK15 方阵近排武器系统，舰桥后方2侧各装有一座30毫米遥控机炮，舰体中段2侧装置了4组4连装海剑2防空导弹发射器。
进入21世纪的现代海战，反舰导弹成为舰艇的最大威胁，所以玉山舰的主要武器装备都针对防空与反导弹的需求。玉山舰加装16枚射程至少30千米，并具备拦截反舰导弹能力的海剑2防空导弹实属必要，且舰体中段空间大，安装6到8个4连装发射箱也有可能。尽管玉山舰的设计不以攻击为考量，但火力已经覆盖进入一定距离内的空中以及水面的威胁。报道称，玉山号军舰可停放2架直升机，还具备完整的防空和对海面自卫能力，能够长时间在外海独立执行各类作战任务。战时任务则编成2栖特遣部队执行各项两栖作战增援与收复离岛的作战任务。相较于台湾以往二战风格的接收排两栖舰艇，玉山军舰采用较现代化的设计，最明显的外观变化就是高度的逆踪造型，舰体垂直部分都有一定的倾斜角度，舰上各装备也尽量采用隐藏式的设计，大幅度降低了雷达截面积。一般舰艇多采用金属格状桅杆，会反射大量的雷达信号。玉山军舰则采用了最先进的风罩式桅杆雷达系统，把包括对空、对海搜索雷达在内的收发天线藏在全封闭式塔状外罩内，大幅度增加了逆踪性，也可以避免装备受海水盐害或者外物的损伤。此外，烟囱的构型也明显致力于降低红外线、辐射热等其他的讯号。两舷的联络艇也采用封闭式设计的专用安置舱。玉山舰还着重于减少对友军岸上设施的依赖，降低人力的需求，减低作业成本，保留未来改良空间，以及提高独立作战能力。此部分的改良多半是由自动化系统取代人力，并强化续航力与最大速度以及海上自持力。在台湾海军公布的12项造舰方案中，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舰艇项目是新一代主战舰。台湾海军高层曾表示，该舰艇将实现自行研制和建造，舰上的装备有相控阵雷达，其性能堪比美国海军的伯克级驱逐舰，满载排水量6000到8000吨，未来将建造4艘，以取代现役主力的4艘基隆级驱逐舰。然而，受困于台湾整体军工和科研实力，致使包括新一代主战舰在内的许多战舰研发工作步履蹒跚，各项技术指标难以定论，迟迟没有有效的进展。反倒是磐石级油弹补给舰、玉山级船坞运输舰这类技术难度相对较低，且能采用大量民用设备和民用标准建造的辅助性舰艇发展较为顺利，很快就实现了下水、试航或者服役。台湾目前的两栖登陆舰数量仅有满载 1.3 万吨的旭海号船坞登陆舰1艘，满载8700吨的新港级战车登陆舰2艘，满载4800吨的郡级战车登陆舰5艘，共8艘。台湾拥有一支总兵力达1万人的海军陆战队，前述舰艇的数量和运载能力，平时执勤加上维护和训练需求，数量明显不足以配合陆战队进行作战。此外，在台湾海峡的澎湖群岛、大小金门岛及马祖列岛、南海的东沙岛、太平岛等都有派兵驻守，一旦局势紧急，需要有重武器运输、换防需求，现有的两栖舰艇也几乎无法负担。特别是现在争议焦点的南海岛屿，距离台湾本土遥远，海空掩护兵力捉襟见肘，强化防御能力的玉山舰才有较强的性能执行相关的任务。更重要的是，玉山舰的加入和批量建造，因为设计概念与装备的新颖，除了能够大幅改善前述的问题，还能弹性化的执行分散式杀伤、反潜母舰等任务。玉山舰预计在2022年4月交船，未来建造至少2艘，最多4艘，成为海军执行两栖登陆、运补任务的新锐主力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，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